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星。阿星现在在云南红河州的蒙自市。大家都知道，云南最有名的一个美食，可以说就是过桥米线。这个过桥米线发源自哪里呢？其实就是蒙自市的南湖。那我的身后就是优美的南湖景色。那为啥过桥米线发源自这里呢？这还有一个小故事啊。在清朝的时候，有一个秀才为了考取功名，找了一个很安静的地方，就这个湖心上的小岛，在这儿用功的读书。然后他的娘子呢，每天给他送饭。送饭的时候就要经过这个小桥，但是路途遥远，送过来的饭呢全都是凉的。这个秀才一想，这都是凉饭，所以天天点外卖，是不是？所以天天吃冷饭，这肚子疼，老是胃疼。他娘子心里也过意不去。结果呢，有一天他娘子给他送饭，有很多菜其中有一个罐子里头是个鸡汤。过来以后呢，饭菜都凉了，唯独这个鸡汤是热的。为啥呢？他发现这个鸡汤上面有厚厚的油脂，可以保温。结果第二天带了鸡汤，然后带了米线，带了一些配菜，经过这个桥送过来这个秀才。这个秀才一吃呢，哎呀，终于吃上一口热饭了。从此以后身体也好了，一口气上5楼，精力旺盛，学习成绩都增高了。果不其然当年他就开了一个米线店，不是。当年他就金榜题名了，他娘子呢，从此以后再也不用担心这个秀才的学习。讲完这个故事呢，咱来了蒙自还是要吃米线，不对当地叫甩米线这甩着吃，甩一碗米线。其实在蒙自这里大街小巷有很多米线店，我觉得味道就是大差不差，咱就找一个当地的老店去尝尝。走这儿。哎呀，这个天热死了！从南湖走过来10来分钟，有一家老店始于1983年，新桥园，来尝尝。菊花过桥米线，当地的特色。这菜单太丰富了，从6块的到128。你看阿星这个食量是吧？咱就点一个儿童套餐不是？128瀑布高升菊花过桥米线，见识一下，好像128一碗。不便宜，给我来这个128的这个过桥米线有多少菜呢？哇，这么丰富！这个就是菊花过桥米线。打点这个小菜，韭菜、葱花。这个米线呢是先喝汤，然后后加这个辣椒，2种辣椒都来点。拿一碗米线它这个除了米线还有粉儿，还有面，什么都能烫。怎么烫呢？先在这儿自己烫一下，放在里面。本来是已经熟的稍微烫一下就可以了。烫好以后过来，128一碗的就上了这能说是一碗吗？这能说是一缸。好家伙，这比我这洗脚盆不是，比我这洗脸盆都大。谁说这过桥米线没桥？这不是桥吗？你是钱没花够，钱花够了，直接给你上个桥。菜太多了，咱就不一一介绍了。你看还有水果，这个就菊花，还有薄荷，啥菜都有，有肉有菜。在当地吃米线呢，有个口诀叫1生2熟3绿4白，啥意思？1生就先下生的，比如说这个蛋还有肉，然后2熟呢就是有一些是熟食放进去，3绿就是各种绿菜，然后4白就是这个白白的米线。这个汤实际上非常烫，我都不敢摸。哇，趁这个热赶紧下。肉2片肉下进去，鹌鹑蛋往里一倒，你就看哪个是生的这些都是熟的这个鱼片是生的，把这个鱼片进去汆烫一下。这蒙自人吃饭太正经了满满的仪式感。为啥这个过桥米线出名？我觉得除了好吃之外，就是这种仪式感，过目不忘，这吃一回记忆犹新。尤其是它这儿还有这个菊花，你看没？啥叫菊花米线呢？就是这个，哇，太漂亮了。这个也放进去，这个应该是草芽吧。生的下进去以后呢，就可以下熟的了，就往里倒就行。幸亏这个温度特别高，它一直保温的。
哦，我看到还有个鲍鱼，怪不得贵呢，是不是贵到这儿了？鲍鱼进锅啊，不是进碗啊，就这个仪式感啊，光下菜得下10分钟。哦，这还有个蛋。啊，这要是吃完喝完啊，不得了不得了，量大量大。这个就是一次性把这全下进去是吧？哦，这菜也都下进去了。我还想着是吃着下着，吃着下着，是全下进去，为啥？要不然吃着吃着凉了。蔬菜也下，还有薄荷，这个薄荷是提味的。这个是啥？豆腐。豆坨。哦，这个是豌豆做的，豌豆做的，放进去，跟豌豆酱一样，花样可真不少。现在再看这个颜值，漂亮不漂亮？1生2熟3绿4白，4白来了，就这个米线放进去。这个米线本来挺多的，这个碗这么大，显得米线都没多少。满满一大盆，跳进去能淹死，怪不得叫菊花米线啊！你看这个菊花在里头啊，确实是颜值高，而且还有一股香味儿。其实当地人自古就有吃菊花的这个习惯，只不过把这个菊花和过桥米线结合在了一块儿。哇，鲜，特别的鲜。但是我要说啊，盐给的很足，很咸。我发现红河这个地方就吃盐的特别的重。我一路吃过来啊，感觉每一个菜都很咸，可能这个当地人啊口味比较重。吃到一个菊花，哇，汤头不错，嗦口米线，甩口米线，啊，甩一甩。米线的口感也不错。这主要是清淡的口味。大热天的来上一碗这，不得了不得了。得亏这里头还很凉快，尝这个猪皮。过桥米线的好吃啊，全在这个汤里边。其实这些配菜呢，每一家都大差不差，都是一样的。米线也是一样的，这个汤就是拿大骨头还有鸡熬出来的。所以说呢，这一碗过桥米线的汤好吃，就在早上，就是头汤。那当地的老饕会吃的本地人啊，都是早上来吃早餐，所以一般的米线店啊，就是卖到中午就不卖了。那这家是个特例啊，他卖全天。我在建水也吃米线，我感觉建水那个就比较软，这个还是比较筋道。其实呢，我现在想尝一尝刚才那个烫熟的鹌鹑蛋在哪儿，还有刚才那些薄薄的肉片儿。鹌鹑蛋是不是都搅碎到里头了？应该不会，太难找了，找不到鹌鹑蛋了。哦，找了半天，找到了一个肉片儿，吃这太费劲了，还得火眼金睛，一边挑一边吃。这个过桥米线啊，有一大特色，就是吃食材的这个鲜味儿，不像普通米线，普通米线它煮好之后端上来，那个肉呢就煮了很久，这个直接是鲜肉往里头一汆烫，直接就吃了。实际上我刚才啊应该把这个肉涮一涮，然后直接就吃，搞得现在都找不到，是不是？宝贵的蛋，哇，还是糖心儿的，一口糖心儿蛋，棒棒棒！还有这个蛋，煎蛋，这个腌酸菜好吃。一会儿这一碗米线就完了，不过还好是自助式。这回咱再尝个不一样的红米粉。粉儿一加呢，辣椒就上了啊，这才是完全体。我还是更爱吃这种辣味的，喝几口清汤，然后再加辣椒。这个碗还是太大了，加那么多辣椒呢，不觉得多。
吃完过桥米线呢，咱不得游逛游逛，在蒙自的周边有一个地方可以来看看啊，叫做碧色寨，它其实是一个火车站，看一看滇越铁路。一进来呢，把车停到那儿，花20，坐个摆渡车，一会儿就进去了。不过吃完米线真的不建议来这儿，这个路太颠了，这个小车好像喝这么多汤的，快颠出来了，一老碗你想。哎呀，那小子开车太晃了，一碗汤给我颠的剩半碗了。啊，现在终于到了地方了啊，碧色寨，还进去看看。碧色寨啊，这儿就是滇越铁路，那儿就是车站。这个滇越铁路是谁修的嘞？是中法战争以后法国人修的。这个车站啊，在最鼎盛的时候被称作特级车站，啥意思啊？就比较牛掰。昆明呢才叫1级车站，为啥这叫特级车站？因为这儿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地方，那很多货物在这儿集散啊，各个国家这些外国人、经商的人都来到这里，被称作东方小巴黎，可以说是相当热闹。这个铁路呢叫做米轨铁路，啥意思啊？就它比较短，只有1米，正好1米的距离。米轨铁路，标准的铁路是比这个宽。后来呢，本地的乡绅还有一些民营资本家呢，害怕这些法国人啊，把当地的矿全部控制了，因为这个铁路呢是专门运这些矿石的，就各旧的锡矿。所以说呢，中国人又出资修建了一个铁路，叫做各壁石铁路。这个铁路呢被称作寸轨，因为它这个间距呢更窄，只有60公分。现在应该是拆掉了，不在了。本来这个地方是寸轨和这个米轨交汇的一个地方。这个寸轨啊很有意思，云南18怪其中一怪指的就是寸轨，叫火车没有汽车快。别说汽车了，连自行车快都没有，每小时10公里，好家伙，这也太慢了。这个寸轨60公分啊，肯定是不能坐人，它只是运矿石的，就是10公里吭哧吭哧吭哧这样。现在这个地方很多人打卡拍照，你看 cosplay 穿的民国的这种衣服，为啥穿这个衣服呢？就是因为西南联大的旧址也在蒙自这儿。你还别说，坐在这儿拍照还挺漂亮。整个车站就是法国式的建筑。这个地板你看没，全是很大块的石材，都磨平了。然后这种斑驳的墙，还有这百叶窗，你看这颜色，黄色、白色、红色、绿色，色彩搭配很好。最值得讲的就是这个防烟的这个钢，这个钢用的和埃菲尔铁塔是一个厂生产的，全是从法国运过来的。好家伙，就看见这个不用去埃菲尔铁塔了，你看。看这个钟，也是法国进口的钟 ，Paris。哎呦哎呦，这里头好家伙，这里头，哎呦哎呦，还急死你，就是不给你看，开玩笑，里头啥也没有，空的。真棒，怎么办？这种是菠萝味，菠萝味儿，糯米还有一点点。